大家好，我又来了。这期又来分享几款试玩版游戏。在开始之前，先说几句。这个栏目其实早就在博客那边有了，但数据不太好看。后来我就在想，其实能不能也做成视频呢？于是就有了节制视频。希望吉吉能坚持下去吧。不说废话了，正式介绍游戏。第一款游戏是 Sofa Tower 君王之塔。这是一款文字冒险游戏，但和传统的文字冒险游戏不太一样，还加入了一些互动和管理元素。玩家要扮演麻风国王，管理麾下的骑士去执行任务。每一位骑士都有自己的故事和性格，派不同骑士执行任务会触发不同结果。我自己蛮喜欢这种的带一点互动元素的剧情游戏，玩起来没那么干，不是那种一直点点点。唯一美中不足是中文字体笔画太细了，读起来有些费劲，不知道正式版会不会改善这一点。OK， 下一款游戏是 Arcade 魔法食堂，玩法类似杀戮尖塔，但这次不是爬塔，而是经验餐馆。卡牌就变成各种不同的食材和厨具，挺好玩的，节奏非常好，整体完成度很高，基础框架也非常扎实。目前试玩版开放了1名角色以及前2个关卡，如果你喜欢卡牌构筑游戏的话，非常推荐一试。下一款同样是卡牌构筑游戏，怎么说呢？这类杀戮尖塔色的玩法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了，各具特色。譬如这款 Deathmer 训牌师，它加入了怪物收集和融合的元素，在每个关卡中遇到想要的怪兽，可以透过食物卡把它们驯服，然后再透过注射器提取怪物身上的天赋或技能，融合到其他怪兽身上。简单来说，这里每张卡牌的效果都可以拆下来重新组合，这个想法很有创意，节奏方面也拿捏得很好，一局大约30到40分钟。OK， 下一款游戏是 Discanty 打骨折超市日记，这是一款带有剧情的模拟经营游戏。主角受称师之托来到小镇上经营超市，玩法和其他模拟经营游戏差不多，都要补货、收银、采购。不同之处在于它还加入了剧情，整体各方面的表现也很不错。新手教学做得很好，物品的互动细节也做得很到位，操作起来很舒服，完成度很高。下一款游戏是 Birdwatching Logbook 观鸟笔记，这是一款桌面放置类游戏，可以缩放成不同尺寸，放在电脑的一角，闲暇时看看各种鸟类的生态，给它们拍照，收集它们的羽毛，整体氛围舒缓，很适合减压，是一款主打陪伴感的游戏。最后一款游戏是 Shadow of the World 暗影之路，这是一款以日本江户时代为背景，融合了神怪和科技元素的回合制 RPG 游戏。剧情讲述双主角吴和明因为主攻战士2人从武士变为浪人，随着故事发展，他们的身份也还会再次改变。说说游戏本身，场景做得很细致，过场也有动画和配音，看得出花了不少成本。不过有些细节仍然需要打磨，操作方面就不太理想了。譬如近战技能其实可以和移动整合到一块，现在要先移动过去，然后再释放技能，同一个动作要分成2步，所以节奏上有点拖。视觉方面，界面切换时会有类似夹帧的问题，看起来有点跳。另外，如果有 UI 缩放功能就更好了。总的来说，仍然是一款不错的游戏，值得一试。OK， 这一期就先说到这里，下一期会继续介绍其他游戏，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种介绍方式，欢迎留言反馈。你们是希望我讲得更深入一点，还是节奏再明快一点呢？或者觉得我可以少唠叨一点，都欢迎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们有好的游戏想分享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。我是脆饼，希望下一期还能见到你，拜拜。